上回说到，吕老板和大雄把3个月后的交易合约细节都定清楚了，但这毕竟只是两人私下的约定，约束力远远不够。于是两人一起到了期货交易所，一个可以自由、公正、安全的买卖合约的地方。两人各自开通了账户。吕老板认为将来的玉米价格还要涨，于是买入了一张合约。在期货市场里，这个动作叫做多。吕老板呢也多了一层身份，多头。大雄则相反，认为价格会下跌，于是卖出了一张合约，这个动作叫做空。大雄同样多了一层身份，空头。两人买卖合约的这笔钱就是期货界的押金、保证金，这笔钱会暂时冻结在各自的账户里，并不是直接给对方。每天收盘后，结算中心会根据当天的价格波动计算盈亏。假设第一天收盘，玉米价格跌了，这意味着大雄之前用高价卖出的合约，现在可以用低价买回来了，空头账面上开始赚钱了。于是系统就会从吕老板的保证金账户里划钱给大雄。反过来也一样，如果价格上涨，吕老板之前用低价买入的合约，现在可以用高价卖出，赚到了差价，系统就会从大雄的保证金账户里划钱给吕老板。这个过程就叫每日无负债结算。它像是一个严格的管家，每天收盘都把账算得清清楚楚，用真金白银当场结清浮盈浮亏。当价格持续下跌，吕老板就会收到追加保证金的通知，他必须赶紧再存一笔钱进去，才能继续维持这份合约。如果没钱追加或者拒绝追加，那么对不起，交易所会毫不犹豫地强制平仓，也就是强行把他的合约卖掉，让他彻底出局。他之前亏掉的那些保证金也一分都拿不回来。保证金制度通过入门押金、每日结算和强制平仓这一套组合拳，成为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。它不是为了赚钱，而是为了管理风险，确保每一个进入市场的人都有足够的诚意和能力履行自己的承诺。在这场交易里，其实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那就是吕老板只用了一小笔的保证金，就撬动并锁定了未来价值上百倍的一批玉米。这个以小博大特性，正是期货市场最吸引人也最让人畏惧的魔力所在。它就是杠杆。关注我，下期带你聊一聊，杠杆是一把双刃剑。我们下期见。